現在美國、日本、韓國跟台灣，我們的股市都出現非常劇烈的震盪。但這個劇烈的震盪不是因為說我開始懷疑 AI， 我懷疑 AI 的未來，我懷疑 AI 的基本面。現在的基本面大家都認可，基本面非常好。那台灣的成長也非常好 ，AI 的未来也沒有問題。AI 現在變現的速率也越來越快了。但是現在出現一個資本大幅的在轉移，因為我們看到了中東危機，看到了美国升息，再看到了美國殖利率不斷的往上升。現在美國10年期的殖利率已經到了 4.7， 現在30年的殖利率已經到了 5.28， 甚至有一段時間到了 5.3。如果我的公債殖利率那麼高，就代表未來我要去借錢的成本就會變得更高，甚至我在做投資的時候，我放在債市的安全度也相對的來得更高。那如果是這樣的話，股市的水位就會降低。那現在要問的是，那這些外部的紛紛擾擾什麼時候會停歇？如果這些不停歇的話，那現在股市的水位夠不夠？動能夠不夠？如果動能不夠的話，那股市還會有一波的高峰嗎？之前我們常常講的 AI 不會泡沫，但 AI 相關的股票會泡沫，而這個泡沫會來臨嗎？我們到底要怎麼來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另外就是對台灣來講最相關的當然就是台積電，可是台積電我們也擔心說，現在 Intel 不斷的在後面追趕，我們看到三星也虎視眈眈。現在台積電講說，我們現在已經不是晶圓製造，我們是我們的護城河，現在我們的先進封裝更是我們的護城河。那我們要問的是，那台積電的先進封裝到底有什麼樣獨到的地方？現在台積電的先進封裝現在跟別人、跟他的對手到底拉開多大的距離？而這個真的可以變成他不敗的寶典嗎？好，那談到這個，我們今天特別高興又邀請我們的老朋友君鴻資本的執行長沈萬鈞來跟我們聊一聊。萬鈞你好。寶傑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萬鈞，我們剛才一開始講是，現在你看到了費半，你看到了日本，你看到了韓國，那股市就有震盪。台灣算好的，但是到了46000以上，你就發現那個賣壓非常非常的一個沉重。賣壓非常沉重以後，大家就感覺到一件事情是，現在全世界的資本好像出現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流動，特別是在正央的這個美國。美國剛剛講的，現在有升息的壓力，有中東危機，這個油價上漲，再包括它的殖利率上漲，這樣你把錢都吸過去了。那在把錢都吸過去的狀況下，股市的水位是不是就下降？那股市的水位如果下降的話，接下来的動能就不夠嗎？如果動能不夠的話，是不是现在股市要回到前面的高點就會變得非常困難呢？其實除了震盪以外最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全世界股市的成交量都萎縮。對其實就像寶傑您講的，就是大家都在觀察。看遠都很樂觀。AI 呢，它不是需求泡沫，它是太急了，太快了。那所有的資源太集中了。其實如果你換個角度想，就是說，如果所有的公司大家都願意慢一點。比方甲骨文，它訂單有3500億啊，我不用這麼急的 deliver， 不用這麼急的去建 data center，慢慢出，它就不需要借那麼多的錢，它就不會入不敷出。CSP 廠也不用說會有 free cash flow 變負的問題，我不用那麼大資本支出。對，但是因為呢，第一個他們有 competition 的問題，然後呢 AI 的未來的需求的應用又太誘人，所以太急太快，下面就會導致這樣的問題。對，那所以說我們法人啊，或者是這個業內大家討論，就是看明年看後年一片樂觀，短期充滿了疑慮，所以成交量就往下了。那就像寶傑您提到，就是說公債殖利率呢，影響到的就是股市估值的問題。好像上一次這個烏俄戰爭導致升息循環，那時候美國的公債殖利率從2%多升到4%，相對來說你股價要等於腰斬。對，好，所以那次影響就非常大。你看那次台積電業績多好，但是股價就一直跌。好，那這一次呢，其實大家比較沒有這麼擔心的原因，是因為這一次的通膨其實比較像是一次性的問題，就像這一次美伊戰爭，我們今年第2季的時候，原油價格漲到100多塊啊，但是呢，如果你以明年的角度來看，就算還是維持在80、90塊現在這個水準，你 YY 也是負的啊，所以明年的通膨呢，以今年的角度來比的話，稍微會減緩，但是這個減緩是要到明年所以股市其實也是這樣，它現在就在等待過一個過渡期。所以我們剛才講，為什麼到了下半年，從7月開始急轉直下，對，然後反彈一波來，大家又開始觀望，主要原因就是第一個通膨的問題，升息的問題，在今年下半年會是最嚴重的。
好，再來的話就是 AI， 大家會擔心問題，就是因為太快的結果下面，需求沒有不見，但是呢，資金青黃不接，還有長短料的問題。我們剛剛提到嘛，剛剛提到很缺的先進封裝啊，台積電的都出來說，哎呀，我們好羨慕記憶體缺貨，他的言下之意是我們比記憶體更缺啊，只是因為我們很守紀律，我們很守道德，我們沒有大暴漲哈，我們沒有漲價，對，它沒有 Apple to Apple 大漲價，它其實只差講之外，我比記憶體還缺啊。他講的其實以我們的角度看也是，先進封裝確實是現在最缺的一個環節，那 HBM 很缺，但你要想哦，這些東西都這麼缺的情況下，那是不是其他人沒有這麼缺的環節上面會有長短料的問題？等到你拿不到先進封裝，拿不到先進製程，拿不到 HBM， 那其他東西的訂單可能会被 postpone 哦。就像大家講 Apple、iPhone， 你到最後不行，它可能就少出嘛。那你出 iPhone， 其他的供應鏈是不是就有影響？那這些所有長短料啊，資源過度集中，資金不夠啊，還有剛剛評價的，全部都集中在下半年，尤其是在第三季。所以為什麼股市震盪會來自於這個時候，是很大的一個原因。對，那這些東西其實你如果以拉長來看，不管從基期啊，或者是明年應用端資金流回的狀況啊，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是年底的時候會得到一個解決。為什麼卡在第三季？我過了第三季之後，我的資金問題就解決了嗎？我的殖利率問題就解決了嗎？我的油價問題就可以解決嗎？這是一個很好的aspect， 但是如果你以它的賣層來看，好，像比如 Anthropic， 它現在開始已經正式轉虧為盈了，對，它賺錢。好，它 AR 它從現在的營收跟去年的 YOY 比是14倍哦，好，然後你會看到各個廠商啊，比如像 Google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 Amazon 啊，他們已經開始找到business model for AI，更何況應用完全還沒出來，比如像語速科技要掛牌，然後呢，這個 Tesla 要準備量產它的 Optimus。那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 AI 的真正應用，明年開始出來，明年可能中間或下半年應用之後就有獲利，對，實質的獲利進來。對，像 LG 不是跟 NVIDIA 簽說，他就說明年一定會開始出人形機器人。那這些所有的東西，等到它開始出的時候，你開始有正的 free cash flow 進來的時候，那就是我們所謂的 AI 湧動。現在 AI 湧動機很空哦，因為現在 AI 是我製造晶片，我賣給要做的人，然後呢，他再去貸款再回來，這裡面不涉及一個應用啊，不涉及一個從大家賺錢賺進來，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詐騙。對，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這個永動機裡面加入了大家像買 iPhone 啊，對，買機器人啊，買自駕車啊，那這個邏輯就通了。所以主要關鍵，為什麼我們都覺得明年好，就是明年不要說馬上是第一季啊，至少明年到中後年的時候。很有可能這個永動機的大家的擔心就會疏解。可是就像你剛剛講，甲骨文你可以慢慢來，可是我就慢不下來。我慢不下來是因為我只要慢下來，別人就會趕過我。我們看到4大這個雲端服務商的就是這樣。我為什麼要做這麼大的資本支出？如果不做這麼大的資本支出，我那個量就會被別人搶走。那今天比如說商業，他只要用了誰的習慣了，你就很難再把它給挖回來。那這麼大的錢，我就需要大量的資金。現在大家擔心的是說，我的殖利率如果今天不斷的往上升，可是4大已經不是靠自己的錢了，他们现在都要去借貸哦。那如果借貸的話，就要借很貴的錢。那如果借很貴的錢的話，我的成本就不斷的往上堆升。在往上堆升的過程中，大家受得了嗎？會出現泡沫嗎？第一件事是一定會受不了。所以說你會發現一件事哦，這我們回過來，從這個關稅戰到 whatever。美國政府，比如說川爺的軟肋就是公債殖利率，因為他其實我們不要說他厲不厲害，我們講他背後的這整個經濟團隊的經濟能力是非常強的，他知道核心的關鍵是什麼，就是殖利率起碼不能突然的跳升，對，這會影響到借貸成本，影響到股價估值，影響到普羅大眾的生活素質，所以你會發現哦，只要是公債殖利率跳升，像之前關稅，什麼時候它會停？股價崩，它還不一定會停哦。但是公債殖利率只要跳到關鍵的點，它就會出來。好，它什麼時候退縮？對，它會退縮。所以像今天我們看到，昨天公債殖利率跳上去啊，股價開始崩，但是美國央行其實就出手去
大量的買債，好，所以你會發現就是對他來說，他很 care 這件事情，那這也是為什麼股市是沒關係，我先跌，成交量萎縮，我觀望，因為大家也跟我們的想法一樣嘛，覺得美國會干預嘛，但是他萬一真的不干預，我一下怎麼辦？我干預不了了。以長期的角度來看，美國在這一塊上面，他一定會想辦法去控制。對，所以因為這個影響巨大。因為剛剛講的，現在30年期已經到5.touch 到5.3，現在是5.28，10年期是4.7，那都很高的水準了耶。對，所以這個是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去解決。那另外一個，我們看到了巴菲特，他的等於說波克夏以前不太去投資，他最早投資這個所謂的科技產品就是蘋果。我覺得蘋果已經成熟了，那蘋果已經有護城河了，我去投資蘋果。可是現在呢，他大量去投資 Alphabet， 而且在這個倉位上面是已經排到第3，比他的可口可樂都還要多。現在如果就波克夏來講，他如果投資這麼保守的公司，他都投資了 Alphabet， 那這個到底代表什麼？還有 Alphabet 在這個過程裡面，它是不是特別非常非常特別？其實從巴菲特從這個角度切入啊，我們先不講他到底賺錢沒賺錢，因為他其實買 Alphabet 這段時間其實沒有什麼 perform 的，沒有什麼表現。但是其實告訴你一點，就是 AI 從現在開始的啟蒙階段，要進入到下一個階段。你會發現 AI 公司不是發展出最厲害的模型，或者是最省錢的模型，比方大陸都是最便宜的嘛，最省钱，最省錢開源的。而是也不一定是找到最快賺錢的方式 ，Anthropic 是找到最快賺錢的方式。那如果這樣的話，應該這個波克夏是去投 Anthropic 嘛，對不對？他是去找到 business model 的公司。其實你可以看到 Alphabet， 其實它的模型Gemini， 它之前曾經一度感覺最好最快，馬上 lag behind， 它其實一直在delay 嘛。但是呢，大家沒有看到一個，就是 Google 是擁有最多數據，還有 business model 最完整的公司。好，這件事情我們就從波克夏你就完全理解為什麼他會買。你看他買什麼？買可口可樂，對，好，他買 American Express，好，他買 Apple， 都是擁有什麼？擁有 brand。擁有不能取代的 business model，跟品牌地位。那 Google 這樣嗎？我今天我 Google 裡面有什麼？我有這麼海量大家搜尋的數據啊，所以說同時，比如像說我在提供給你 AI 服務的時候，你們每一天搜尋的東西啊、看的影音啊、視頻啊，不好意思，全部都變成我的養料。這個在 AI 裡面呢，其實是核心的關鍵。最近呢，最流行的 AI 的新的東西就是印度呢，很多工人開始在頭上戴這個在工作，他願意每個月多付他10%、20%、30%的工資。他說那你做你的事情，比方你撿食材啊，你做廚師啊什麼，沒關係，你就每一天錄下你的東西就好。錄下來呢，他跟你說，我們人不會看，就是電腦收集。這是在什麼？在取代未來機器人可能可以大量做人類工作，去記錄這個叫做 data。好，這以前收集不了，因為我們的 data 以前都是文字嘛，檔案啊、圖片啊，沒有實體生活的這個是其中之一哦。好，再來的話還有什麼？還有 AI 在大量收買這些，比方倒閉公司，他說用30萬美金買倒閉公司的所有資料。比方你倒掉了，你這公司已經沒價值了。但是他說，你這個公司曾經涉及過任何的東西，我幫你買來，我要你的 data。對，所以你就發現，回過頭來 data 是 key。是，那你現在能夠每一天有這麼多的 data 有誰？就是 Google。可是萬鈞，你能不能幫我們仔細講一下，就是說 Google 這個 business model 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只知道AI 要賺錢，可是我們看 Anthropic 是很清楚，因為它有很多的商業機構，對，商業機構要用 Anthropic 去做它的所謂的戰略的判斷，要去收集資訊，我要去判斷我的輕重緩急。那我們很清楚，它已經有一個獲利模式。那如果像 Google 這樣的一個獲利模式，或者我們去想象 AI 未来的獲利模式是什麼呢？Google 最簡單，其實第一個就因為它是精準下廣告的始祖。好，你看我們的搜尋啊，我們就是它怎麼推播給你啊，然後它怎麼廣告給你啊，或者你的影片的這個，你去看 YouTube， 它到底你會先看到些什麼啊？這個東西就是algorithm 就是 Google 的拿手絕活。所以呢，當它有大量的資訊的時候，它可以幾乎掌握到你的 behavior。
你的喜好，好，你所有的商業行為，未來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值錢的。而且呢，在 AI 世代上面，以前呢，在還沒有完全 AI 之前，這個叫做這只 preference， 它只是一個幫助你銷售的管道。但 AI 以後呢，它會完全 dominate 你的生活，它可以甚至很精準的了解你下個月要買些什麼，要消費些什麼，然後呢，精準投餵你，知道你會買些什麼。好，所以這個東西呢，在 AI 時代裡面呢，它可以減少它所用的成本，而且很 significant 的它可以量化去增加它的銷售或者是它的收入。所以這個就是 Google 在它的 business model， 它比人家領先的。別人可能拿到這些數據，他還要想他要賣給誰啊，或他要建立什麼新的啊。像 Anthropic 最簡單嘛 ，Anthropic 它就是我把本來只能拿來當娛樂的，娛樂，比方做 AI 短片啊，或者回答我們一些問題啊，這個娛樂的，他把它精準化，你可以拿來做投資，可以拿來做醫療，他做的東西是我想到把 data 或者把 AI 的內容做 AI 的賣法，但 Google 不是 ，Google 是把它內化成自己所有的搜尋，跟它所有 business， 所以你會發现波克夏為什麼我會去投它，就是它有一個最完整的生態鏈，甚至呢，它還有什麼？它還有在晶片端它自己的研發，全世界現在除了 NVIDIA 以外，ASIC 裡面最領先，而且是斷崖式領先，其實就是 Google， 就是它。所以，他又發現未來算力是最需要的。那你算力最需要，如果你都被 NVIDIA 掐着，你的成本就降不下來。所以，它其實從兩個角度，一個製造端的獨一無二，一個是 business 端的無一無二。那反而 algorithm 跟這個是不是最聰明，它其實沒有那麼 care。那另外就是你說，我到了2027年，我可能很多的獲利的模式 business model 就會出來了。可你也講過一個東西 ，AI 不會泡沫，但 AI 的股票會泡沫。那我們現在去參與 AI， 我是買 AI 的股票啊。那我參與 AI 的股票裡面，那 AI 的股票的泡沫會有哪些的一些狀況？會有哪些的泡沫？或者我要怎麼樣去避免這個泡沫呢？ AI 的泡沫其實我們現在最顯著的就是因為大家都太急了、太快了、太集中了。好，那所有人他都有他的期待，比如 NVIDIA 他有期待嘛？他說我今年要 Rubin 啊，明年 NVIDIA 要 Rubin 啊，我要上光通訊啊，我的 spec 我要往上啊，我要 HVDN 啊，所有東西呢，其實你會發現所有的技術一直在往前提的時候，那速度快到一個程度會有臨界點。好，你第一個你可能借不到錢啊，好建設不到位啊，或者是說它是物理的極限，散熱不夠快。好，或者是說你的技術就還沒開發出來，良率啊，或者是 performance 啊，那這個是現在已經在發生。你會發現常常呢就會有廠商呢，這個本來 NVIDIA 說我要往這邊推進啊，我要上這個水冷，我要上這個2片式散熱均熱板，我要上 HVDC， 結果呢它速度就不夠快。好，這是泡沫第一個發生，但是呢。這件事情呢，並沒有，我覺得不用那麼擔心，因為它不是不來，只是可能稍微 delay 一下下。對啊，那其實以我們知道 ，NVIDIA 它最在乎的不是它的那個量，而是它的 time frame。NVIDIA 的裡面呢已經下了這個軍令狀，就是可以做出來的數量不夠，但是呢提出的時程不能慢，只要一慢，它是整個部門都裁掉。這個其實非常誇張，所以外面有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鬼故事，或者是很多的猜疑，說它的 NVIDIA Rubin 要延後啦，或者什麼，只要一說這個東西，他們馬上澄清說沒有，我們一定如期推出。對，因為它最 care 的是速度，所以這個你會覺得很奇怪。照理說，我應該是獲利極大化，比方我現在穩穩的出 GB300，我多賣一點啊，你需求你盡量我賣給你嘛，我本來你拿不到，我讓你全部拿到光，賣到光以後。我把殘餘價值全部都擠光，我再推下一個。正常的 business model 是這樣 ，iPhone 以前是這樣嘛，對吧？但是 NVIDIA 完全不是，他的腦袋裡面就想說，我要一直往前衝，而且在我能力極限值裡面，只要我覺得可以的，你一定要完成。可是我這樣子跟着 NVIDIA 會不會太危險？特別 NVIDIA 最近做了一些動作，你本來是賣鏟子，就你要借錢給買鏟子的人。第一個就是說你 OpenAI，我先借你2500億，我讓你去租這個算力中心。另外，我又搞了一個5000億，我又找了一些這個6個這個華爾街的這些投行來，等於說成立一個等於說專門帶給 AI 的。那大家就會擔心啊，
你本來賣鏟子就賣得好好的，你賣晶片賣得好好的，結果你現在還要幫人家負擔我的金融風險，這是不是代表說你的 AI 永動機其實出了問題？你只要不借錢給人家，你的永動機就動不了了。其實回過頭來，第一個你跟 NVIDIA 危不危險？就是NVIDIA 起碼有一件事，就是它雖然跑得很快，但是呢，它不會這麼急的去找 second source。好，它會找 second source，但不會那麼急。所以說呢，你跟着它的第一梯隊呢，其實是可以賺到錢的。它一直往前的時候，你跟着它，然後呢，它也很積極的會把量擴出來。所以你看，以目前來看到，你只要跟着 NVIDIA，其實你只要 first tier 的龍頭是賺到錢的，很好。好，那它也很願意去 deliver 這個。好，那第二件事就是這個 AI 永動機，其實這個核心的概念還是一樣，因為 AI 的需求是 real 是實際的 real 对。好，那他一直跟你講未來會有應用端的發生，只是現在大家看不到嘛。你看現在這就產出1萬2萬個機器人，我們都沒看到啊，所以大家沒有感覺啊。自駕車也在很一些特別的地方，所以當你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嘞，那 NVIDIA 他已經看到，台積電已經看到，所以 NVIDIA 他就說，那第一階段他就出來說啊，那我幫忙擔保好了。結果呢，他很賺錢哦，他也願意說，他如果有問題我來擔保。對啊，他本來想說這樣 OK 了。結果不行，結果華爾街很緊張，直接把連他的借款利率都往上提。他說那你擔保他，你一起完蛋。對，他發現哦不行哎，我明明還得起錢的啊。那他就去找所有的這些銀行機構啊，大家一起來建立這個生態圈。其實它的概念並不是要去包裝一個更大的詐騙去騙大家，而是呢確實。這些的問題，它核心的根本就是資源的不集中。就像你剛剛講的，就是說，因為它跑太快了，對，跑太快我會到一些臨界點，有一些是器材零件的臨界點，有的是錢的臨界點。那現在講 OpenAI 就碰到一個錢的臨界點，它很簡單認為說，我把你的錢的臨界點打開，讓你跑更快。可是對於整個華爾街來講，其實你是虛擬的創造需求，是，它其實是變相的想要平衡這個獲利了。我講一個詞，大家就可以有概念。我們的 CSP 廠今年花接近8000億，本來說7000多億嘛，美金嘛，現在花8000億。那我們的賣鏟子的台積電、記憶體，就這2個加起來賺6500億美金，你就很簡單嘛，這些全部賺到這邊來嘛，哈，這個就是一個不平衡啊，不均勻啊。那 eventually 這些公司，比方說 Google 啊，或者是他們也會未來找到 business model 開始賺錢，不然他們幹嘛投？只是這個需要一個過程。所以賣慘的像 NVIDIA 這些公司，他就想說，那我們這邊賺很多錢嘛，那我們的虧率很好嘛。我不是說直接掏錢給你，那不行啊，這是股東的錢，怎麼可以這樣？但我賺的錢呢，我就幫你擔保，去找這些銀行來擔保，讓你借得到錢，度過這一段時間，未來可以賺到錢。好，那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擔心 AI 泡沫，其實我覺得最核心的關鍵是，到底這些 CSP 廠有沒有找到賺錢的方法？好，如果一直拖長，確實這是會影響的。因為如果他一直找不到方法，就像 Meta，他可能一直找不到方法，他最後說啊，乾脆我把多餘的算力去租給人家。对，所以你看上一波跌最兇是這個 Meta，因為大家會發現說，哇，那你是不是真的？其實這個只是一個空的，因為大家都在搶的劍，他就我好像不行，那我借給別人好了。這個其實是最值得擔心的。那如果說我今天是幫 Google 做擔保，沒有問題，我或者我幫Amazon 這個擔保我也沒有問題，我幫微軟擔保，可以先幫 OpenAI，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核心裡面，因為 AI 的開始就從 OpenAI 現在也是衝最快的，它也是花最兇的，它也是整個這個融資擔保要最多的。可是大家擔心說，你 OpenAI 會不會最後，因為你的 background 是最薄弱的啊，你會不會撐不下去啊？那如果你撐不下去，你是不是會拖累了 NVIDIA？ 那你拖累了 NVIDIA， 不是整個 AI 產業都被你拖累了嗎？這個回過頭來就是，當然大家會擔心，像 Michael Berry 不是就很擔心，拼命空嘛啊。當然，我要從一個歷史的角度來講，好，上次我們的這個網絡泡沫 .com bubble 破掉了以後，過了7、8年，真實需求發生。別人我們最主要的像 iPhone 一定要網絡才有 iPhone 啊！你沒有網絡，你就只能打電話，你只能玩那個貪食蛇，你哪裡有這麼多 App？ 對，所以這些東西就是孕育了最後智慧型手機啊、PC notebook 的誕生。好，那你要注意哦，.com bubble 是美國自己打 bubble，最後也是美國收割最後的成果，這中間的過程。如果這是 AI 泡沫，誰會收割這個過程？所有跟 AI 有關的，
核心台灣美國爆掉了，對，因為這個我們剛剛講的是 OpenAI 都爆掉，對，誰會中間把這些獲利收割？中國會收割哦，因為中國它從頭到尾，它的所有的它的這個引擎，它的這些都被你限制住啦，我都是自建啊，我研究啊，所以如果這次 AI 泡沫。美國泡沫直接就被中國他自己就崛起了，所以以大國競技的這一次，上一次.com bubble 的時候，美國沒有參與，就說啊你們自己泡沫，你們自己太激情了，所以有你們大國競爭的這個味道。美國他就說啊你們自己愛玩嘛，你自己要去建一堆光纖啊，建一堆設備啊，應用都還沒出來，你就要那麼積極啊，股票漲那麼高。你泡沫就泡沫，自己泡沫，然後過一陣，因為別人根本也搞不清楚美國在玩什麼遊戲嘛。這一次可不一樣，這一次的 AI， 其實不要講中國，各國各地 AI 都是這個如雨後春筍的爆發。美國 OpenAI 它倒下去了，那其他順勢就崛起，把這些應用啊 ，Tape 就搶走了。对，所以但你回過頭來 ，OpenAI 有真的虧非常多的錢嗎？它其實沒有以國家的角度，或者你 NVIDIA 賺的錢就遠遠 cover 它了嘛。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角度會發現，美國怎麼可能讓 AI 泡沫跟.com bubble 一樣就直接爆掉？對，因為你這次倒下去，就人家直接把市场收割了。以後所有的引擎全部都是中國的，以後所有的機器人全部中國，自駕車全部都中國了。你美國那就完蛋了。對，所以你就為人作嫁了。對，但你所有當初經營的這些東西，你就是同手讓給別人嘛。當然，整個 AI 速度可能會變慢一點，但問題是那個地位跟那個就完全差距超遠的。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你就想，美國怎麼可能讓 AI 泡沫掉？好，你第一個，你又不是說空口說白話，空中樓宇貴的要死，應用都沒出來，應用就在轉角，對，搞最多慢1年2年，它馬上就要接上來，就是這一口氣過不去而已，那有什麼難？這口氣就是2026到2027，對，那最多到2028好了。好，其實我們回過頭來講，我們來看這些我們剛剛講的東西，或許會有人說我們是空想，但是你要記得一件事，就是台積電為什麼我們都說台積電法說一定要看？他站在一個角度上面，他站在一個制高點去看，他告訴你的東西甚至超過我們的想象。這代表什麼意思？這些科技會遠比我們想象的快的來到。你會看到台積電的法甚至在講飛天車。對，我們想怎麼飛天？這根本沒有。但以台積電的技術角度，他覺得這已經是 ready 了。他一天到晚講機器人根本沒幾台，為什麼他一直講機器人？而且我覺得魏哲家講的更清楚，我的年紀是非常需要機器人。對啊，代表說他的有生之年，他覺得他可以用到機器人的。講白一點，可能10年之內就到處都是機器人的。如果像我們現在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啊，我們都不覺得，我們覺得我們可能到老了，我們還是要小朋友陪啊，要去長庚養生村啊，但是以科技的角度，你看到了，可能以魏哲家的年紀，他到了老的時候，都是1人1台到甚至2台機器人。對，那我們真的準備好這些應用的爆發嗎？就我們一直在講嘛，就是AI 的應用對所有半導體或這些科技的產值是8倍。那如果假如說好，我們這樣回過頭來講，假如這8倍真的發生，我們討論的這些泡沫有意義嗎？都根本就不夠啦！你這些所有買的現在這些股票都還要暴漲不知道多少倍，所以這個就只是中間你有一個過渡的時間，你要拉長。那這中間呢需要很多的震盪，那當然不是說一觸即就，那也會有各種各樣空方提出的問題，但是這個東西就是要緩步一步一步的完成。對，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君說：“支持寶傑集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
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对台灣的商業、对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政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